半年的时间没有见方面比赛了，方面摆拳前摆下，不要过来啊！注意看，中国死神方便愤怒不已，彻底豁出去了。面对波球都害怕的黑人泰拳王，都重拳出击照打不误。首先出场，头戴兜帽的家伙可不是一般人，他就是来华6战6胜，踢断6位中国选手手臂的断臂狂魔卡尔。卡尔仗着自己强大的黑人血统和恐怖的扫踢，几乎统治了整个瑞典拳坛。职业巅峰失去的卡尔，可是在泰拳领域享有盛名，无人能敌。故此，众多泰拳职业选手都很害怕与他打比赛。万一在比赛中防守不当，被踢断手臂，那自己的职业生涯很有可能将会彻底终结。别人害怕卡尔，可是唯独有一位中国男人临危不惧，毅然决然地登上今晚擂台，是要为国争光。没有错，他就是大家口口相传的不败王者死神方便。方便身为中国80公斤级最强大的散打名将，可是多年不败，越战越勇。故此，不论卡尔拥有如何强大的实力，依旧很难逃过方便的重拳追击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死神方便的经常表现，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，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。第一回合开始，红色短裤就是中国选手死神方便，黑色短裤就是瑞典选手卡尔。卡尔刚开始就利用自己的强大扫踢打算重创方便，奈何方便的身法相当灵活，根本不会给对手命中的机会。要知道，方便的职业生涯可是挑战过无数外国高手，如果没有点实力，估计早就被终结连胜。故此，卡尔今天想要获胜还是比较艰难的，尤其方便面对卡尔的恐怖扫踢，还需小心行事。高要比这个方面要高啊，高出有那么2公分。因为这个瑞典的卡尔在泰国军训练，所以他就获得过清迈女王杯的冠军。皮肤非常的黝黑，皮肤黝黑的选手呢，体能较好，容易性好。你看，眼睛带着一种凶光，怒视眼，要不怎么叫黑色雄狮呢？我们有这就在此刻，方便瞅准时机，瞬间打出一番势大力沉的重拳，将卡尔压制在擂台角落。就算卡尔想要反击，也得承受这番毒打。对敌人的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才残忍。可以说，方便本次上台的目的很明确，那就是火力全开的暴揍对手，使其失去扫踢能力。绝对不能让卡尔得到丝毫的比赛点数，那样比赛往后拖延，对自己将会特别不利。但是今天方便是改头换面，他的发型做了一种修改。下黑的，这是方便的一个招牌动作。我们看到这个卡尔的对头部的正面的防守还是非常好的，准备采用一个肩颈摔。因为方面毕竟散打出身啊，现在打这个自由搏击，多次获得全国5次散打锦标赛的亚军。曾经是连续5年获得亚军，与冠军擦肩而过，但是在武林风的擂台上获得了32连胜，打破了有王阳。虽说卡尔的腿法比较刁钻凶猛，但是方便所擅长的散打腿法也并不是想象的那般软弱不堪。毕竟每位散打运动员都明白距离把控的重要性，方便有意的跟卡尔拉开中远距离，可不是要给对手发挥腿法机会，而是要抽准机会将其逼退或者击倒读秒，那样比赛点数只会慢慢向方便这边倾斜。所以我们看方便比赛就是一种享受，我们说他的打法更具有像绅士一样打得非常的潇洒，不仅他注重这种节奏，他更注重这种过程。方面又想利用一种接顶摔，离倒计时还有10秒。第一回合比赛结束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方便却突然改变战术打法，向卡尔的内围逼近，一番重拳下去，打得卡尔不知所措，无力还手。卡尔这家伙身强体壮，的确不假，可是这是他第一次被对手压制在擂台边缘暴揍的尴尬处境。当然，方便打完一套也没有丝毫的犹豫，再次拉开安全距离进行试探。如此攻守完备的战术打法，是众多中国选手应该学习的地方。方便的下劈，包括的前摆加后直，占用的非常的合理。
这个方便的他这个防守啊，他靠一种躲闪，这是散打运动员的一个防守技术啊，他并不是像练拳击的，包括练的转身后的非常漂亮，非常漂亮。这个，我们看到卡尔有点，怎么说？那一句没让他插这也差不多了。让我们看到他的面色，你能感受到，这就是方面的一种变化，车踹腿。现在我们看到卡尔不敢出动作了，这就是这方面的前摆加后这腿，又个接腿摔。因为现在这个卡尔的不敢出动的原因就是他不知道距离感，不知道判断不出来，就是方面又下劈腿转身的后蹬又车踹腿，这么多的腿法的变化。从屏幕里大家所能看到，方便的肋骨也受到不小的损伤，卡尔的强大扫踢正在给方便造成更大的威胁。当然，方便并没有因为疼痛而放弃压制对手的机会。这场比赛，方便可不单单赌上了全身荣誉，同时他的身后也代表着中国散打的脸面。如果就此输给泰拳王卡尔，那未来必定会有人大做文章，声称中国散打不如泰拳武术。击这个方便的头部，现在全场的人们在为方便加油，这是发自内心的对方便的喜欢，对方便的爱戴。漂亮，方便的上头动作，这就是方便这个变化。他这个前支撑腿不仅能有下劈，还有高变腿上头的动作。正因为这种变化，现在的卡尔就没法防了。第二回合结束。比赛来到第3回合，方便逐渐适应比赛节奏之后，继续对卡尔施压。受人敬仰的卡尔第一次感觉到了绝望的想法，因为方便这位选手全然不把自己当作威胁存在，相反，方便的主动进攻说明自己的比分正在1点落后。如果不能在比赛结束前将方便击倒 KO， 那根据比分裁判有理由判断自己输掉比赛。今天这个卡尔确实很硬，反而也被激怒了。现在方便力刚用后手的重拳，但是基本上没有控制，高变的上头。实际在第3回合，只要方便控制比赛的这种场面就行，这场比赛就肯定就拿下，而且会取得33连胜。不要一味的给对方来硬拼硬的打出去，转身后蹬对。后边又是利用一个接地摔的动作，比赛进行到现在，卡尔全然已经认清楚了现实，自己距离获胜却越来越远，这都是方便的移动速度太过灵活多变。这么来看，对待卡尔这类敢打敢拼的泰拳选手，唯有加快移动进行拉扯才是最稳妥的战术打法。想到这里，卡尔的就不由得发起主动进攻。既然比赛即将结束，还不如最后一搏。地太滑，这种转身动作你很难能够很好的进行运用。但是这种转身后蹬腿的动作确实很实用，这样的话也迫使给方便利用前摆加后肢动作，包括接腿摔的动作。尤其这种节奏的变化，卡尔就一下就乱了方寸。只要你不给他打阵地战，硬冲硬冲，放下了，没有。就是这种的节奏的变化，就是他就不是还剩最后的10秒钟，10秒，这样的话，方便就要迎来他第33场连胜。全场比赛结束，全场比赛结束，没有任何的选手这场比赛方便战胜瑞典的卡尔。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死神方便实至名归，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方便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